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喜鹊给你的好消息，马上将为你发生的好事。OK， 那今天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期的能量连结，为大家去看一下来自于喜鹊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那么会有什么样子的好事情啊，即将发生在你的身上？希望通过这一期的占卜呢，为大家带来好的能量，带来好的运气哦。所以说，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我们就一起来连接一下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吧。好，那今天的占卜呢，跟往期一样啊，我呢同时的也收集了大家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哦。那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今天为大家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赤铁矿啊，就这种有点 orange 啊橙色的啊赤铁矿。好。那第2副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用的这个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白松石啊，白松石。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选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黄铁矿啊。今天好像有用到很多的铁矿石的能量啊，作为今天的这个能量连接的宝石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3个能量宝石。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牌卡啊，第1组呢是我们的这个美人鱼塔罗牌，大家可以看里面的画风是这样子的啊，美人鱼这个塔罗牌，这是第1组。那第2组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牌卡啊，有点像这个能量灵性动物啊。它的作者呢是 Paulina Cassidy 啊，我记得它有3副牌啊，我有它的三组牌。今天是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动物啊，跟动物能量连接的一个塔罗牌。然后第3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纯白守护灵塔罗啊，里面的牌风是这样子的啊，纯白守护灵塔罗牌。OK。好，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的牌啊，能量呢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OK， 那让我们一起呢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么喜鹊呢当下要给我的好消息究竟是什么？那马上呢会发生的好事又会是哪些？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带给我这个祝福吧。感恩宇宙。好的，深呼吸，伸开你们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用你们的第一直觉去连接，去感应。究竟当下呢，哪一副牌组的能量啊，跟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呢？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大众占卜嘛，所以说如果你在选择牌组的时候有一组牌，然后呢对应了另外一个能量宝石，都同时的吸引到了自己，那么你可以去2组牌都听听看，看看是不是2副牌的内容里啊都有跟自己对应或者是有连接的讯息。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吧。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啊，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美人鱼塔罗。那我们把这个塔罗牌啊先放一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宝石放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第1张主牌，今天我们有3张牌给大家提前抽好。我们来看第1张牌啊，
第一组牌的朋友，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第一个能量呢，就是寻找到了它。找到了它。这张牌讲的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丢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很物理的，比方说丢了一个钥匙丢了钱呢，或者是丢了一个小戒指、小首饰又或者是丢了一个什么文件呢 ？OK， 那如果你有丢任何的东西的话，那么喜鹊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这个东西你即将找到它。第二个呢，我们在讲丢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丢的不是具体的物理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丢掉的是我们的精气神，也就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是我们的好心情，有可能是我们的好习惯，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那种热爱生活的心，也有可能是感恩的心。那么在寻找的这个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寻找到了这个你丢失的它，你的心情将变得很好。我们看到了蝴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蝴蝶女神就是感觉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欣慰这个丢失已久的东西又回来了。那么在这个寻找的能量里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所谓的这个丢失，它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真的丢了。大家想想这个道理，什么东西是真的丢了呢？如果你的钱丢了，那么这个钱一定在哪个地方，或者是被哪个人给拿走了，但是它没有真的丢，它还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它没有消失，只是它不在你这里。如果是丢了一个，比方说你的一个比方说好心情那么这个好心情它真的有丢吗？它没有丢，它还在某个地方储存，这是你的能量，而你要做的是寻找它，并且把它重新给我们讲 claim 就是把它给拿回来这是属于你的，拿回来属于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要你不放弃，第一副牌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可能在放弃的边缘，但是还没有放弃，那么今天这就是土元素的魔法在向你招手土元素的魔法，喜鹊要给你的好消息是我觉得是很能够拿回来的东西 OK， 本属于你的东西要回来了 OK， 那么你会找到它，你会得到它，你会开心你会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巅峰的状态，恢复到那个最高值我听到就是这个信息 findings OK。 好，我们来抽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喜鹊给你的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指引牌是寻找到了它。OK，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我们塔罗牌里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第一张牌是权杖3，哇，这个牌很厉害耶。这张牌呢讲的是，大家可以看这个权杖3呢是美人鱼，它用3个支架支起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里面呢就是乾坤，就是宇宙，就是他的心就是他的这个心，内心所指可以去折射出所谓的这个未来的光明，也可以折射出他未来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他的梦想。这张牌我看到是连接到这个寻找嘛，第一副牌的朋友，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我觉得在未来你会更加的集中，就是那个能量收成了一个点你会更加集中的看到你内心想要去寻找的那个点是什么，能量非常的收集，非常的集中，而不是散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集中力会变得很好。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你会有很强烈的集中的能力可以集中你的精神，去看到你心中真正的目标，你心里真正想要去显化的东西，又或者是那个丢失的东西，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原来不在你这里了。有的时候解决问题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呢是发现问题。就好像这个东西被别人偷走了，你却不知道，这个东西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你还不知道 OK。 那么这个找到，我觉得和这个权杖3连在一起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你会发现什么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原来不在你身边了，那么你将拿出你的放大镜
把它找出来，并且得到它，恢复你原本的你该有的状态这个是我看到第一个信息。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第二张牌是什么呢？第二张牌是战车第二张牌是战车。这张牌在告诉我，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你将寻找到的东西并不需要你去控制它，并不需要你去驾驭它，而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会回来了战车牌的逆位，并不需要去冲向它。我觉得这个放大镜仿佛是你把这个能量收到了你的心里，从你的内心出发，我把这个能量投递出去，那么这个东西自然而然的就会回来。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寻找也许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物质的东西也许你发现最近因为这个人心情变得不好有一点内耗那你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你就要停下来，不要再被这个人影响，对不对？我们要去看向生活里的美好，我们要去追寻自己的梦，而不是他把我们干扰成另外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回来，所以并不是去冲向它，并不是解决它，而是把能量收回来给自己，放轻松自然而然你的生活就会回到你原先的那个状态里去，那个开心富足的小公主或者是小王子那个状态里去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战车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别人不可控，可控的呢永远都是我们自己，对吧？别人不可控，可控的是自己。也许你要丢的这个东西，你如果强行的让这个人还回来，这个人未必会愿意，他可能觉得说被我拿走了，那就是我的了，我不想再给你了。可是呢，有的时候不争不抢不争不抢，做自己，然后呢更加多的去，我觉得是让自己的能力提升吧。也许当这个人看到你越来越好的时候，他会被你影响，也想做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或者是也想做一个更加大度的人，那么这个东西也许就会回过来，就是他会转回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也许在两个人能量都不好的状态之下，可能这个事情就会越演越恶劣这个能量就会越来越低。但是只要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能量提升了 OK，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前来听占卜的这个朋友我觉得你就是那个能量我觉得是比较高的那个人，大度的人愿意去看向更远的，而不是着眼于眼前小事斤斤计较的那个人。所以在这样子不争不抢的状态之下，这个东西会转回来还给你。那个人也许会觉得自己是不对的，他会意识到他自己那个能量是不好的，他也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样子斤斤计较小气没有前途没有光明的一个人。他会把东西还回来，因为他也想做得更好，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这个丢失的东西就是不经意的顺其自然的又回到了你的身旁。我们在讲老天爷说是你的谁都抢不走，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也强求不来。所以那个人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他的，他强求不来，所以这个东西最后还会回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手里。第三张牌，好，第三张牌呢是吊人牌。这张牌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它属于一个东西一个新的能量要出来之前的那个孵化期这个吊人牌其实它会有很强的那种孵化的感觉。我们看这个吊人看起来这个美人鱼它是被吊到这个渔网当中嘛，其实你拿远一点，也许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卵它是在这里孕育。因为我们当前从它的表情其实并不能分辨它是被别人困在这里，还是说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也许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并不能就是凭主观的臆断去判断它。吊人牌是正位的，所以呢吊人牌12号牌数字能量是3。我感觉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所谓的这个寻找，他为你找到的也许是一个希望你找到的东西会是一个火种。今天喜鹊要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你可能在希望当中在这个所谓的寻找到了希望的这个火种，那么你在孕育这个地方可以去获得，我觉得是全新的一个未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叫火种，什么叫希望。我们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生活里，如果我们没有希望，内心里没有对未来
的期许，没有对未来美好的一种追寻的感觉的话，或者是觉得未来生活不会变好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的混沌，或者是变得比较的消极，又或者是无力。可是如果我们心里有希望，比方说你能看到你未来1到3年，你知道你的这个事业要怎么样去转，怎么样去走，你知道你未来的1到3年，你的人生规划可能是结婚生孩子，或者是成为很厉害的爸爸或妈妈，又或者是未来1到3年，你觉得自己要去往另外一个国度，要去学习外邦文化，要去探寻精神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精神的一个旅行嘛，你要去看，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成长，你要打开你的眼界。那么你有了这个心里的希望，对未来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感受，或者是想抓住你的未来的话，那么我们回过来到今天的生活，你就会觉得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未来铺路，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了未来的那个好生活，你理想的那个希望，对吧，在孕育它。这就是调人的能量这叫调人的能量。我所谓的这个停滞，慢慢的，它其实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去通过对未来的一个，我觉得是重新规划，或者是寻找未来的希望之光，来把今天的生活过得更好。换一个角度去看今天当下的这个平凡的一天，每一天都平凡，但是把每一个平凡的一天加到一起，就可以累积成不平凡的将来。那就是你寻找的梦想，那就是你可能要寻找的美好和幸福哦。好，这里是我们宇宙给出的第一个能量我们今天的好消息是你要找到一个东西，你要找到它了。好，第二个呢，我们去向内观察。我们来看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是这个是 Waning Crescent， 就是那个要到新月之前的那个月相它的这个中文翻译应该是渐暗的峨眉月渐暗的峨眉月，大家也可以简单一点，就是新月要出来之前的那一抹月牙。新月就是什么都没有，天空一片漆黑，或者是只有一点点的亮光。我们所谓的新月是全新的一个周期的开始，而这个渐暗峨眉月呢，代表着还有一点点的光亮，这个前一个周期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但是随着这个能量的到来，会越来越小，越来越暗，是往结束的能量去发展。那么所谓的结束，也就是新月新能量的开始。在这个能量之下，我们看到的信息就是 release， 这个能量是释放或者是释怀。OK， 这张牌呢，我觉得对应在喜鹊给你的好消息，向内马上要发生的好事。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很多精神的内耗或者是你的一些消极的情绪也好或者是不好的心情又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如坐针毡的一些东西，让你很烦躁等等我觉得是会消失，离你远去，仿佛你当下生活有一个什么东西把你给扎住了，或者是把你给捆住了，你没有办法去往前飞，就是有一点沉重有一点沉重。那么宇宙在讲这个能量会渐行渐远，一个全新的东西，我觉得是已经在路上，你在孕育。就像这个吊人牌我们所谓的这个吊人，所谓的生活的停滞，感觉到很慢，感觉到没有这种进展，或者是感觉到一种很沉重，它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让你更加向内的去感受，更加向内的去确认，去询问自己的内心世界，当前的眼下生活是否和你想要去看到的美好未来它是对应的。我们什么时候会改变？就是当我们觉得很不爽，很不舒服，或者是觉得很难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去变了，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很好，很开心，很快乐，我们不想变，我们想要这个能量停下来我们希望这个快乐能够越长久越好。但是如果当前的这个生活如果是不健康的、不快乐的、不幸福的，我们一定是想
去求变化的。所以当前呢，在这个释放能量里啊，我能感觉得到，就是喜鹊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消息啊，我觉得马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内在的召唤，去让你改掉这个坏习惯，去让你放下这件让你不快乐的事。这个事可能是让你不爽的工作，让你得不到快乐的情感，或者是那个让你很糟心的前任。我觉得你一定是会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的，因为就像这个女生，她现在站在这个海边，她后面都是这个荆棘啊，你看这个植物都是刺啊，刺在她的后背啊，她一定是很想往前走的，她一定是很想去像蝴蝶一样变换的，她想去仰望星辰，去追寻那个自由，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扎住，不是被这些东西给束缚。我觉得这个女生非常渴望的是自由，是一种可以飞起来的快乐。而她的头发红色代表的是热情，她的热情其实是一直都在的，只是她的热情也是被这些荆棘，被这些植物给挡住了，给缠住了。而这个女生她一定是想，你看白色的衣服代表着她纯洁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啊，喜鹊要带给大家的好消息是向内，在你的心里有这样子一股莫名的召唤的力量，会让你想自由，想挣脱，想改变。而这些东西显化在具体的生活里面，就是比方说改掉不好的旧习惯晚睡呀，对吧？那个脸不好看呢，喝酒啊，身体不佳呀，是不是？抽烟呐，让你自己都觉得那个家人都不喜欢你啊，周围的人可能给你那个眼色啊，你也不爽啊，对不对？所以是改掉一个不好的旧习惯，放弃一件不快乐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大家觉得很扎心就是要改变它，因为只有你选择今天的变化，你才能拥有不一样的明天，所谓的这个结果。好，我们来看继续来看这个释放。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什么？第一张牌呀，真的是宝剑骑士。好，宝剑骑士这张牌呢，我觉得是看得非常清楚你内心所指向的那个方向。宝剑的能量是可以去就是砍掉一些东西嘛。如果大家现在的内心里面这个能量是这种荆棘背刺的话，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是，要么自己砍，要么别人帮你砍就是要么你自己看清楚了这个人这个事情你必须要离开，要么就是会有人出现来帮你砍断这些东西，帮你斩断这些荆棘，来给你这个释放，给你这个自由。所以无论是你自己来还是别人来，最后呢这个变化是一定会到的。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我们所的这个第二个好消息是来自于你内心世界的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那么新周期的开始，它需要你给它腾出一个空间，就是每个人的空间都是一定的，如果这个空间里面被这些不好的东西填充，好的东西就进不来。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张牌是释放，释放掉这个空间里面不好的、不对的、不快乐的、不健康的，把这个空间腾出来之后，一把宝剑，心里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明亮，知道你的这个空间里，你想比方说让什么人进来，让什么事情进来，对吧？让什么样子的自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快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情绪是你想要去拥抱的，是什么样子的话语你想要去说的，对不对？想跟谁一起说，想跟谁聊天，不想跟谁聊天风元素，对不对？代表着你的社交圈你的朋友圈你的沟通方式跟谁说话呀，不跟谁说话呀，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会更加的清楚。好，然后呢这张牌我也会觉得说，就是有人想跟大家主动的来沟通一些事。如果当前大家的状态，因为我看到吊人嘛，就是这个停滞，也许是被困被困，也许是这个人他不告诉你真相或者是这件事情有一些真相你现在还不清楚不明白那么随着这个喜鹊的好消息，让你找到真相，发现真相，或者是让你找到了这个沟通的途径，这个突破口，那么沟通渠道会被打开，那么一个沟通，一个结论一个论断，或者是一个
说法啊，我觉得是很快的能够来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面前，那么一切事情就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了，那么你们也会离解决问题实现这个自由，我觉得是更加快速了。好，第二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骑士啊，圣杯骑士。好，骑士的能量啊，我们看到出现了2次，那么这个能量代表的是运动啊，骑士的能量是很强烈的动感，一定是动起来的，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骑士。我们今天是风和水啊，风和水，风是正位，水是逆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运动当中，运动的能量里面啊，我觉得大家会迎来新的沟通，新的说法，新的事实，新的信息啊，随着这个信息的能量，你们就会这个生活就会往前推进。第二个呢是水啊，是水，水是情感，水是情绪，水也是我们所谓的灵性。那么今天我们的圣杯骑士虽然是逆位的，但是我能感觉得到水即将到来啊，当我们的理性第一个走出去，快速的飞跃，那么接下来就是感情了。有些事情啊是理性的分析，理性的去沟通，但是呢最后还要回到情感。如果这个人这件事情跟你的连接很紧密，那么不是逻辑能够去解决问题的，逻辑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却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当理性我觉得是上来以后，感性的东西要加进来，我们要以爱的方式去沟通，以有这种共情的，或者是能够去有同理心的这样子的心态去沟通，能够让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更加快速更加顺畅的解决。那么圣杯骑士 OK 逆位的这个女生再看向她的圣杯再看向她的圣杯，我觉得就是看向她的内心看她的内心。这张牌呢我会觉得来自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我觉得是第二个好消息。我觉得大家会更加向内的去追寻，只是说这个向内追寻它不容易，我觉得理性可能还会更加的就是 dominate 理性的东西会更加的占据你。比方说你要做什么决定你要想做什么行动那么理性分析会是大家的主要的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和模式。可是感性的东西呢，我觉得是会同步上来，只是感性还是会被大家压着。OK 感性会压着，理性会更加的多。可能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当前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更加需要你们去分析，去注重事实，去沟通。感性的东西呢虽然也有，但是呢当前可能还不能够成为怎么讲呢，就是还不能够完全的去以感性的东西去作为主要的推动力。 OK 所以我们这两个骑士其实它是有比重的，风骑士为主，水骑士为次，但是两个骑士一定会把你的生活我觉得是往前推进，更加接近于你的理想生活，更加接近于你你看从这个放大镜里看到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希望，那个你想寻找到的那个他。 OK 第三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天哪，第三张牌土元素的骑士，这个真不是我这个拿出来的这个是抽出来的第三张牌呢是土骑士，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再一次的强调，喜鹊要给你的第二条好消息是动起来，忠于自己的真心，忠于自己的本心，你想做成什么事情就让自己动起来，你想忠于什么样子的信仰就要让自己动起来，你想去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让自己动起来，只有动起来做起来开始，你才能够越来越接近你心中的那个目标。一定不是停着，一定不是去空想，一定是行动行动再行动，这就是骑士精神骑士是非常有这种忠诚的骄傲的心，或者是忠诚的心，对不对？骑士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个能量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是一群 OK 就是有荣誉感有骄傲的心，不屈服于现实
OK， 不盲从于权威，你们在选择自己想要去效忠的那个人，自己想要去效忠的那个公司，自己想要去效忠的那个项目，而不是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是找到心中的那个意义，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这个意义，这个高尚的意义对于你们来讲我觉得也很重要。寻找到这件事情的意义，它能够成为你行动力的发动机。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反过来看喜鹊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你能否找到心中的这个意义会最后回到第一张牌，心中的意义才是你行动的发动机。 OK， 只有你找到了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图什么，是向着什么，那么这件事情才能够去，我觉得是坚持到底土元素的骑士，这个骑士他的内心所谓的这个野心不比任何骑士要低，这个骑士只是说他需要看向细节，他需要去遵循自己做事的方式，而不是说求快，求这个这个激昂，或者是求这种表演 OK， 求观众，不是，他是要问心无愧 OK， 稳稳接地的去扎扎实实的把它做出来，最后是守护。你看我们的这个土元素，最后的可能是守护这片天地，守护它的初心。 OK， 在我们的地球，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去成为真正的，我觉得是跟这个社区跟家庭跟这个公司跟同事跟朋友，我觉得是紧密相连的一个骑士。OK， 这个也有可能是大家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所看向的关于你们要寻找的这个这个自己，或者是想寻找的这个未来吧。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今天的指引牌的最后一张，奇迹最后是奇迹，这个是水晶水晶呢其实是能量的一个放大器，通过水晶的折面这个能量就会被放大。你像那个收音机，它的频率在这个水晶之下就会很强。所以呢，在土著人或者是古老文明包括这个埃及，他们都会把水晶作为一种很神圣的很有灵性的一个宝石。有些人觉得水晶是神界掉下来的这个水滴所以水晶它是有很高的这种灵性的这种富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水晶带来的奇迹能量。在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这里我觉得接下来呢是会被成百上千倍的放大，你们将成为能量放大器。所以当能量升级，能量被放大，你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心愿，注意自己的想法，注意自己的状态。能量好的时候被无穷无尽的放大，能量不好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无穷无尽的放大。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能量当中，我们要去显化的是美好的奇迹，我们要把好的能量成百上千的放大，对吧？我们如果想要去显化的是奇迹，我们第一步就是要相信奇迹，第一步就是去发现生命当中很小很小的奇迹这个奇迹可能是平常你都是在这个闹铃7点钟的时候起床，或者是7点之后你才能醒，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我6点半6点45我就已经醒了。这个时候呢，你不赖床，而是选择提前起床，让你整个一天的能量都提前开始，对吧？第一件事情更早的开始，更早的结束，第二件事情更早的开始，更早的结束。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一天当中你的第一件事情更早的被完成，你会有一种冲动，更快的更有效率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那一天你会精神非常的昂扬，那一天你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棒，你会觉得自己不再拖拉，不再去拖延，而是喜欢这样子的自己。你想抓住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动力的那个加速度一样，你想抓住它，滑向它，滑向这个未来，然后第二天再提前起床，不断的每一天重复下去，这个奇迹就发生了。以后你可能就不再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而变成早睡早起的人。你的生活变得更健康，你的事情做得更漂亮，更加有效率。你的周围的人，周围的同事，周围的亲朋好友，包括你的家人，都会更爱这个
生机，我觉得是生机勃勃这样子的一个你啊，你也爱这样子的自己，对吧？我们所谓的这个奇迹是在生活里的小事当中被能量放大，最后变成了奇迹，最后变成了一个你看我们这里寻找到了那个美好的自己，放下预期，不要什么事情都是把它给规定死。比方说你的那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今天要是给你安排了这个周五的晚餐，你就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好，他不安排你就觉得他不好。不要去给他安排任何的期待，有我们就去感恩，没有我们也感恩。也许你会发现他只是星期五特别的忙，他星期六一早上就来找你了。所以不要给自己放下任何的期待，因为没有期待我们就不会失望，我们就会感恩每一次的惊喜，然后在每一次的惊喜当中去练习感恩的心，这样子你的惊喜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限制，我们去放下期待，我们去打开自己的内心，我们要有一个很宽广的内心去迎接一切，允许一切的发生，相信一切都会发生，那么一切就会发生，相信一切都会有，那么一切你就会拥有，对不对？好，我们最后的塔罗牌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会发生在你身边的好事啊。第一张牌圣杯七这张牌呢讲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圣杯七是什么？做梦心里有想法有愿望，我们就要去勇敢的想，勇敢的去梦，万一有一天梦想实现了怎么办？如果我们不梦不想，那么这个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发生。做梦就好像是种下一颗种子，对吧？做梦就是种一颗种子，这个种子是在你的心里，当时机成熟，当你越来越希望这个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就好像你在酝酿一个树，你的第一个梦就是这个种子，你不断的去梦，不断的去想，不断的想把这个东西给它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树就从种子慢慢的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有一天你可能会真正的开始行动，对吧？我们今天是3个骑士在守护着第一组牌的朋友去行动，行动再行动，那么这个种子就会得到水，得到营养，得到土，得到阳光，那么这个种子就长起来了，一天一天长大，最后呢变成了参天的大树，变成了美丽的玫瑰花，这就象征着这个奇迹要被你给显化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圣杯七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我觉得是点燃对梦想的一个光，点燃对奇迹的一个坚信，那么一切都会在这个地方开始变成可能，从不可能变成一切皆有可能，从没有变成一切都会拥有。 OK， 这个是圣杯七。好，第二个金币六逆位的这张牌呢，我觉得它真正想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听到第一个能量是说，有的时候呢是等价交换，有的时候呢是能量放大器。今天的逆位六是能量的放大器，也就是说在现在能量被加持的情况之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所发射出去的能量将会被能量放大。比方说你今天决定 OK 早睡早起，那么这个能量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就是你只要有这个心愿，你有这个想法，也许你的这个能量会持续的被放大。比方说你今天希望自己锻炼这个感恩，你可以发现10件可以感恩的事情。也许你今天希望自己能够戒掉这口酒，戒掉这个甜食戒掉这个比方说你总是喝这个甜饮奶茶什么的，那么这个能量也许你10天都不会再碰。也许你今天决定开始健身、跑步、游泳去体育馆，或者是练瑜伽、练普拉提，那么也许这个能量就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个能量被放大成百上千倍，水晶的能量，你将看到奇迹的发生。也许你只是想一想，我想戒点糖，你就真的戒掉了。也许你只是想一想，你想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体魄，你就会拥有健康体魄。也许你只是想一想
啊，我想减肥，我想瘦一点啊，这个比方说降低三高那个血脂啊什么的，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和强壮，这三高就变成了三无都没有了，对吧？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五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彻底离开，这个是情感当中的一个已经失去的东西。圣杯五的逆位啊，已经失去了一个东西，已经离开了一个东西。就像当下的这个小女孩和海豚啊，这个可能是海狮，他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海狮想要活下去，它需要回到大海的滋养，而小女孩她需要在陆地生活。所以所谓的离开其实是彼此的成全。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人，他跟你两个人之间本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呢？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放他走，因为放他走你是成全他的同时也成全这个自己，你才能拥有属于你的世界，你才能拥有属于你的自由这个就是最后一张牌了。好，这里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所连接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今天我们呢从3个指引牌里面，我们看到了来自喜鹊，来自宇宙带给你的什么样子的好事马上要发生了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那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呢，你们选的是这个白松石。好的，我先把它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占卜是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我们去连接这个喜鹊给你的好消息塔罗牌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1张指引牌。我们来看第2副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第一个能量是什么？那我们的第1张牌呢是 well-being。well-being， 其实这个能量它是一个蛮综合的一个能量，就是它是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好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身体健康 ，OK。那第2个呢就是心情很愉快。那第3个好呢，我觉得是有关于生活的一个状态是舒适的，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 well-being什么叫 well-being 呢？就是 being 就是在讲一个状态嘛，那么 well 就是在讲好，所以你是一个在最好的状态里面。我们中文里面去连接这个能量，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意义就是最佳状态我相信第2副牌的朋友你一定会有最佳状态。这个最佳状态可能是你曾经拥有过，这个最佳状态可能是你当前在寻找的。OK， 那么我们来到最佳状态之后呢，我们会感觉到就是天人合一我们也能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也是在为着这个宇宙，所以是一起在努力的向前，一起在为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还有所有的宇宙的目标一起联合成为同一个目标，再向前去进展或者是进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如同我们现在这个女孩子，这个女神吧，她躺在这个月下，全月之下，她躺在这个山，这个有高山嘛，这个是平原，有花朵她就是在吸纳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地灵气，这个能量她在疗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疗愈的方式，是让我们就是不穿鞋，就是用脚踩在那个比方说草地上，用脚踩在沙滩上，用脚踩在就是去踏一踏那个湖水或者是海水，我们再用身体和肌肤去亲近天地里的灵气，去吸纳天地里的这种气，去补气，让我们的身心灵三位一体合一，去来到我们的最佳状态。那么最佳状态里面，你的能量一定是会让你很顺遂的。什么叫好运？好运就是顺遂，好运就是顺利的去心想事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主牌里面，第2副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第一个好消息，马上要发生的好事，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即将进入到自己的
最佳状态里去。那么在这个最佳状态里面呢，我们所谓的你需要去看啊，因为我们是带给你的好消息，你要走入最佳状态，那么你就需要去我们所谓的去反省，去观察你的生活是哪个地方啊，你认为很痛苦，是哪个地方让你觉得不开心，你就要把它们给丢掉。同时呢，你也需要去反省，去观察你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已经无用，这个无用可能是没有用的事情，可能是没有用的物品，也有可能是没有用的人，那么这些能量你也需要去跟他们断舍离。所谓的最佳状态就是既没有多的也没有缺失的，是最佳状态，不多也不少，是刚刚好的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里面，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你的圈子里，生活在你选择的当下，非常的舒适，令你满足满意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能量指引，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塔罗牌。好，请说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二组白松石的朋友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第一张牌，战车牌的正位战车牌的正位，这张牌呢是在指向成功。这个成功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成功，这个成功呢是你掌握了终极的一个自我控制，在相反的能量当中呢去学会驾驭和控制。这种控制呢不是说去强行的推动，或者是强行的去熄灭，这种控制是允许它的发生，并且通过一点点的我觉得是念头或者是一点点的那种意念，又或者是你的那种美好心愿，让相反的能量达到终极的平衡。什么叫相反能量？我们所谓的阴能量和阳能量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所谓的阴阳它不是固定的，阴阳能量是相互交替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战车牌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你将在你生活当中看似相反的能量当中去找到属于他们都很舒服的位置。就好比讲，也许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平常就是碎碎念，你觉得他碎碎念很烦平常你可能会觉得他很烦，但是当你来到最佳状态，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碎碎念的人有他适合的地方，比方说他特别适合去管理琐事，比方说他特别适合去照顾家里的一些或者是工作当中一些小事情，他都能做得很好，因为他很细致嘛。那么你把这个人放到他的最佳状态，你就能达到你的最佳状态，因为他做的最好，他做的舒服，就会反过来给你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对吧？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看这个战车牌，我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说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他已经就是与你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还在不断的做，花时间花精力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你也许就会轻轻的放他走。又或者是这个东西他自己也想走，也想离开，也在慢慢的能量在变弱，你就不会再去强求，而是说允许他就是我们所谓的流走。这种战车就是很轻微的那种掌控，这个掌控并不是说你硬拉，而是你允许他成为他的样子，你也允许自己成为自己最高级的最佳的一个状态。那么战车是助你成功，战车是往两个方向的能量，最后是往同一个方向，你就是那个可以使极端相反能量指向同一个目标的那个终极的显化者，那个驾驭者。所以呢，我觉得来自喜鹊给你的好消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在生活当中就是来到一种非常中心的那个点，在中心的这个点里面，你周围所有的所谓的相反都能从你的这个中心像一个太阳一样有一股拉力，把他们都拉到一起。可以这样说是有一点为你所用的，也可以说你在照顾他们所有的人，所以能量是往中间，然后从中间你这里再发散出去，所以你来到最佳状态，所以你能够拥有这个成功。战车牌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一定在你的不久你会看到一种成功，一种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掌控感
不是被掌控，是一种掌控的感觉。而这个掌控的感觉呢，是不强求的，而是别人心甘情愿的愿意。然后你呢，也是轻微的一点点允许别人发生，良好归一好，战车牌。而且战车的能量，我也觉得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守护的这种为爱守护的能量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在这里，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我觉得你将守护住你的爱。这个爱可能是你想爱的人，这个爱有可能是你想爱的那个事业，这个爱有可能是你想去守护、保护或者是为之而战的一个理想和目标，好不好？这个是战车。好，来，我们的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宝剑皇后的一个正位宝剑皇后的正位。这个能量呢，我连接到的信息是有关于，我觉得是强大的思考能力，强大的决策力，并且呢，在你的决策之下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英勇。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宝剑皇后的能量都有一种非常我觉得是很高贵的一种能量，很高贵很优雅的去说，很高贵很优雅的去聆听，很高贵很优雅的去做判断，成为真正生活当中的主人。就是生活不再是你被他推着走，而是你成为了你自己生活里的那一个船长，你成为了你自己生活里的那个领路人。你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什么，你知道自己思想里的所谓的这个观念这个价值观体系是什么，所以你能够清楚的判断我刚才看到的所谓的需要离开的，所谓的你想要去保护和守护的，清晰无比。所以宝剑皇后呢，我觉得会很多，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不久的未来，你的沟通能力、交流能力会达到一个顶峰，非常的厉害。当你很会说、很会表达自己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到就是你的倾听能力也很强，你能够准确无误的去倾听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诉求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宝剑皇后，我觉得是很终极的一种，就是有进有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沟通交流、说话、办事，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成人的这个成人的社会当中。 OK， 我们所谓长大以后无论是工作还是对待你的家人、对待外面的朋友，还有那些事情，沟通能力、交流能力很重要。而宝剑皇后就是在指你身边周围的事情，无论是工作、家庭人际关系也好，还是情感也好，你能够从容的应对，你的声音能够被别人所听到、接纳，同时你也能够清楚的听到别人的意志、别人的想法。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有来有往的我觉得是有进有出的能量互动当中，你能够感觉到自己就是很舒服啦，就是那种你完全能够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我觉得就这种感觉，你完全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而且呢，在这个能量里面我还听到有一群，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有一部分的朋友，你的这种高能量的最佳状态还会吸引到一群想跟你一起的人，有可能是比方讲带领你的家人或者是带领你的朋友或者是带领你的团队我觉得他们会内心当中有一种就是朝向你的感觉，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去往前走，因为你的能量已经完全可以去照着他们了你的能量已经可以照着他们，你的最佳状态让他们就是甘愿我觉得不能够讲是臣服，但是也有一点臣服的能量就是他们看到你很好嘛，他们看到你很优秀，他们看到你非常的从容，所以他们很希望跟你的能量去更紧密、更亲近，跟你学习，或者是向你靠拢所以我觉得你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大家羡慕的那个闪闪发光的人哦。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那么我们的第三张牌呢是宝剑三的逆位宝剑三的一个逆位OK， 来看一下这张宝剑三的逆位我觉得是一种变化。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呢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是让他们离开，因为宝剑三是逆位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让它过去。有些话语已经说出来了啊，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也是覆水难收啊。所以有些事情呢，既然已经发生了，有些话呢已经说出去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纠结。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做的不对，那么你就需要去允许自己承认这个错误，你也需要允许自己去原谅自己啊，原谅自己，然后是原谅那件事情，也原谅整个事件吧，无论是谁对谁错。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很多时候会纠结谁对和谁错，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谁对和谁错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发心是什么，这个原本的初心是什么。所以呢，在宝剑三这里啊，我能感觉到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我觉得你们会放过自己。如果你们心里有3个剑，无论这个东西是尴尬的、委屈的、难堪的、丢脸的、失败的，无论这个能量是什么，我觉得在宝剑三的能量里面，就是让自己可以放过自己啊，不要让自己还被那个事情，不要让自己还被那个话、被那件事情、被那个人戳中，而是放过自己，原谅自己，让自己来到一个终极的疗愈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主牌指引牌 well-being， 成为最佳的状态，我们需要去补充我们内心的这3个空洞，我们需要让这3个空洞去用天地的灵气注满疗愈。我们要放下，我们要原谅。这个所谓的放下和原谅，很多时候并不是对别人，一个真正能原谅别人的人，其实是能够原谅自己的。只有先原谅得了自己，你才能够有能力去原谅他人。因为原谅是需要很大的爱，是需要很大的能量的。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原谅自己，让自己的心得到修复，让自己的心得到一种治疗啊。我觉得它是一种，就心要软嘛，然后呢心里要有光亮。所以我觉得这里啊，用满月周一的满月，大家可以出门啊，去感受这个天地的灵气，去感受这个月光里面那种温和的治愈和疗愈的力量，让自己可以脚踩在比方说草地里，或者是你可以捧一个植物，让自己去感受天地之灵气，让自己我觉得不是忘记吧，但是也是要去放下，然后呢去把这个东西从心里拔出来。因为这样子呢，你就能够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了，对不对？宝剑三，那有些话语啊，因为我们这边是风向能量，我们又有宝剑皇后，我觉得这张牌我也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主动的承认错误，并且呢，我觉得是勇敢的去接受别人的道歉。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原谅什么啊，所谓的原谅也不容易，有些事情可能也无法原谅，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但是我们需要去让它走。所以原谅本身它是一种仪式，并不是去否定这件事情，并不是去否定这个人的错，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错，而是让它走。我们要往前看，我们要继续向前去显化，我们要继续朝向我们的人生向前迈进，对，然后不断的去达到我们所谓的最佳状态，而不是被某个人、被某件事情给定住，就像是被定在那个耻辱柱上啊。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我们也不要把别人放在那个位置，何必呢？生活短短一个人生也就几十年，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要看开一点，我们也需要去把它放手，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指引牌。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这边是向内。今天给大家抽的这个好消息，除了向外，我们也要去看向内。那么向内的好消息呢，我抽到的是长夜月啊，长夜月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感应很平静，很宁静。虽然是长夜月啊，这是一个冬季的能量，12月份啊，冬天啊很冷，也是冬天那个冬至的能量啊。这一天，这个月份，长夜月，在这种寒冬里面啊，这种寒冬里面其实是非常让人冷静的。可能出门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很舒服，因为外面很冷，然后什么都没有，对吧？感觉就是也没有叶子，也没有花，也没有这个庄稼，也没有水果，因为一切都是在休眠的状态。那么这样子的时间段呢，我们可能会更亲近，或者是更近距离的去
接近我们的家，接近我们舒适的地方，接近我们内心觉得最亲近的人，去寻找温暖。这个温暖既是所谓的温度，也是心的温暖，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能够给我们温柔，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爱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些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样子能量里面啊，我觉得是向内。那宇宙这边呢，再告诉你马上会发生的好事，我觉得这是一种终极的一种反省和规划。所谓的冬季，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往前冲，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去播种，因为那是春天的能量啊。我觉得冬季的能量就是去反省这一年这一段时期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所想所思，我们看到的接收到的能量是好的不好的，让自己觉得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然后干嘛呢？我们就是去调整，然后呢是去做长远的计划。因为冬天嘛，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能够让人反思的一个季节，然后又是一个晚上，对吧？长夜月，在这个晚上呢，夜晚非常非常的长，白天呢它是比较短的。可是呢，在这张牌里面，我觉得宇宙是想让你去感受到，有的时候夜晚和白昼是同样重要的，对吧？我们可能每天都在想，白天就好，因为白天我们可以冲嘛。可是夜晚同样重要，大家想一想，你每一天，我们其实所谓的这个灵性，其实就跟我们的日常自然是我觉得是很有关联的。我们每一天24个小时，你想一想，你白天有几个小时，你晚上有几个小时？无论你多强悍，你是不是晚上都必须睡觉？而且你晚上睡觉的这个质量越高，你白天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还是生活才能够处在最佳状态，对不对？只有你晚上休息好了，你才能够在最佳状态。那晚上要休息好，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静心，我们需要放下，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内心给清空，我们需要以好的能量让自己安眠和入睡。那么有没有朋友就是晚上会有一种仪式？这个仪式可能是非常，我觉得是具体的，也有可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闭上眼睛去想一些好事情，想一些自己今天做的不好的，想一些自己今天说错话的，想一些自己明天想要去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接下来想怎么计划。有没有这样子的睡前有仪式感的朋友们？这种仪式感也许能够让你 OK， 我觉得是入眠，能够让你做个好梦，做个美梦。所谓的夜晚的能量，它让我们看不见，对吧？夜晚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可能会担心什么东西是自己看不见的，那个隐藏在后方的是什么？但是这个所谓的夜晚的能量，它也会让我们更加诚实的、更加清醒的去看到我们内心所谓的这个恐惧是什么。我们越怕的东西，就是我们最不敢面对的东西。而今天我们黑夜的能量出来，所谓的长夜月，就是让我们去选择勇敢的面对这个所谓的宝剑三，面对所谓的黑暗，面对所谓我们内心的这个洞是什么，这个痛在哪里，然后我们去治愈它。这张牌疗愈，我们在这个周一的全月的夜晚去治愈它，去吸取天地的灵气，去治愈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去看向前方的路，我们规划出我们接下来要去走的。这个黑夜能够带给我们什么？这个黑夜就如同我们在酝酿一个东西，我们在孵化一个东西。我们只有在酝酿和孵化的这个时间待的，就是也不说越久越好，但是我觉得是足够的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感受到我们真的想要去在新的周期里显化什么，我们才是如此的内心清澈，我们才能够如此的目标明确。那么这个黑夜将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力量。当白天降临，当白昼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犹豫了，我们不再多想了，因为我们已经在黑夜里，在长夜月里面想得如此的清澈，如此的清楚。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你看小兔子干嘛？预备赛跑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自许薛给你的好消息，马上会发生的事就是你马上就要奔跑，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宇宙要带给你的是黑夜，是这个长夜月，让你像这个小兔子一样去冷静，去思考，去规划，去筹谋，等待。等待，这是一个疗愈的时期，我们要等待，我们要修复，我们要恢复体力，我们要吃饱喝好，我们要睡好，我们要休息好。等到白天白昼降临，那这个小兔子就会很快很快的跑，你会是冠军战车牌，你会是冠军，你会赢得这场比赛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长夜月带给大家的一个能量指引啊。好，我们来看塔罗牌。第一张，圣杯一的逆位圣杯一的逆位，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有关于感性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逆位的圣杯一让我看到的是，此情不可给不对的人，此情要交给正确的人手中要放在值得的人的身边，此情不能给他，不能给外界，此情要留给自己。因为我们今天是长夜月这是一个冷静思考，这是一个让我们放下痛苦，放下执着，或者是去思考什么东西不行，什么东西没用那么这个圣杯一的逆位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当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付出真情的这个对象，无论他是人也好，是事情也好还是一个东西也好，你需要去面对它，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给你回应。如果你付出真情，这个人这个事他没有给你回应，他没有给你所谓的让你心里觉得很舒服、很满足、很快乐的东西，那么你需要勇敢的面对它，并且释放掉它。圣杯一的逆位，那么这个情怎么办？我们是收回来，还给自己的内心。如果你的内心的三个空洞这三把剑插出来这三个洞，如果是因为情，那么你把情收回来，把你的这个情填补在这三个心里的洞里面，你就能够恢复了。情这种很宝贵的东西所谓的世间的奢侈品，用钱买不到的真心是不能够随便交付的。我们一定要给对的人，我们一定要给值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圣杯一的逆位就是在讲，如果这个东西它让你痛苦，它让你觉得不值得，让你很内耗，你就需要去让自己回到最佳状态。那么这个手段、途径和方法就是把情收回来，把你的真心收回来，把你的灵魂收回来，召回来。你能做的就是不给。有的时候我们是主动给出我们主动去给，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东西不值得，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给了，你要做的就是收回来，还回来给自己，对吧？你可以做的至少是你不给我，比方说你想去给这个人真心，你可能很想要这个人给你真心嘛，可这个人不给你真心，你怎么办？你不是去抢你要做的是什么？是把你的真心收回来。你不给，那我也不给，我要给值得的人，我要给对的人，是不是？所以圣杯一逆位的我觉得是收回来，把你的情收回来。 OK， 好，第二个看一下这张牌金币四的逆位放手控制。有一个东西呢，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下可能是，我觉得你还蛮执着的也许是执着这件事情一定要怎么样，也许你在执着这个人这段情，也许你在执着这件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地点、这个家、这个房子、这份工作，或者是这个项目、这个团队这个老板。金币四的逆位，我觉得即将发生的好消息是这个让你拖累的，让你很沉重的，让你没有自由的东西，我觉得是消散。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条好消息这个所谓的这个冬季长夜月，它很大的能量都在对指着放开、离开、走。很多逆位的牌卡，我们这边有第一个情，第二个是什么？金币、钱、物质、资源物品。所以这边金币四的逆位，我觉得是放手，只有放开它，你才能自由。有的时候我们东西越多，其实我们的负担就会越大。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可能被一种能量所影响，就是拥有越多就越好，拥有越多
越多的财富，越多的富足，越来越多，就是越幸福，就是越好的，就是越光鲜亮丽的等等呢。但是未必，这是我们社会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种有点像洗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成为，或者是你想回到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当前我们的第二张牌喜鹊，希望你能够放开一些东西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以后你会很乱，太多以后你可能会找不出来那个重点有一个例子就是你可能会买很多的化妆品，但是也许你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化妆品，你只需要那几个，你就可以很漂亮，你就可以很美。那有的时候可能你也不需要去给自己制定那么多的健身计划，你只需要那一个项目简单一点也许就是跑步，简单一点也许就是遛狗，简单一点也许就是游泳，你就可以很健康。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不需要吃那么多保健品，我们只需要多喝水，我们只需要去吃新鲜的蔬菜和瓜果，或者是你只需要去补充那一个你缺少的维生素就够了，而不是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多了反而会维生素中毒，太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金币4的能量就是要去减少，一定要少，一定要轻松，一定要简单，好不好？来，最后一张牌，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今天的Temperance 第3张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好，这是一个酝酿的能量这是一个酝酿的能量。我觉得当前吧，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喜鹊要给你的这个好消息 Temperance 是折中，就是有收的，就是不是说完全释放，是有那种收敛，但是呢收敛的刚刚好。就像我刚才讲之前2张牌第3张牌非常像一个总结。我们在感情里不是说不付出真心，不是说不敢爱，而是选择值得的，选择我觉得是能够跟我们相互交流和互换的，选择那个我们喜欢他也喜欢我们的那个人。在金钱物质的社会当中，我们不是说积累东西越多越好，不是钱越赚多越好，也不是说自己越忙越好，而是我们要刚刚好，能够达到一种生活的平衡，能够去平衡生活里的左右，能够去平衡金钱物质，能够去平衡工作生活，能够去平衡自己他人，对吧？那么这种平衡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张牌 Temperance 节制。我们确实要去朝自己的梦想进发，我们确实要回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我们需要一定的物质，我们需要感情，我们需要能量的互换，但是我们并不贪婪，我们并不是求取越多越好，而是我们有收敛的，有控制的去达到一种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并不是我们刚才在讲这个 well-being 就是怎么样回到健康的状态。这个健康的状态呢，并不是说我们现代医学里的吃药也不是去打针看病。我觉得这种健康的状态是平衡的生活状态，平衡的生活方式，是平衡的生活习惯。那么当你能够去用平衡的一种理念过你的生活，第2组牌的朋友，你就能到达你的最佳状态 Temperance 大天使我觉得是会给你祝福。当前的这张牌呢，让我看到那个海神这个海神的能量站在这个地方 Temperance， 我觉得它是一种水，就是讲的阴能量，然后呢是阳性能量，一种我要怎么样做，我要怎么样去改变，以及我接收，我接纳天地之间灵气之间的平衡我觉得它是一种酝酿，在你的世界当中什么样子的生活状态才是最好的，才是最佳的。它强调的是一种智慧。你看这个天使或者是这个美人鱼海神，他的头发这里就是那种顶轮之光顶轮之光，就好像他是在酝酿这个魔法，去制造出一种我们所谓的魔法石。这个魔法石呢是只针对你有用，所有的人这个所谓的魔法石都不同，
你的魔法师和他的魔法师不一样，因为你们要显化的魔法不同，你们要达到的目标也不同。那么 Temperance 我觉得是刚刚好啊，第二组牌的朋友，对你刚刚好的人生。好，最后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 Flow 啊，是 Flow， 这个是蜿蜒的河流。最后一张牌啊，蜿蜒的河流，蜿蜒的河流如同生命的长河啊，蜿蜒的河流如生命的长河，在就是它经过的地方都能够去被它洗刷，都能够被它去安抚。所以我觉得第三张牌还是疗愈。OK， 还是疗愈。这种疗愈是一种让我们能够知道和懂得，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抓紧，就像是抓住那个东西，抓住那个人，抓住那个岸边，不想被河流冲刷，不想被河流带走。但有的时候生活是让我们松开手，跳到这个河里，被这个河流带走，被这个河流洗刷。我们要做的是看向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要被冲向哪里，我们需要被冲向哪里，是顺滑的。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是这三张牌总结的话，就是顺滑顺畅，你的运势将变得非常的顺遂。我觉得是顺遂的人生啊，喜鹊要告诉你，你接下来要过顺遂的人生，不是去抓紧，不是去强求，而是顺流直下，让生活所有的方面都得到一种洗刷，一种治愈，一种净化，一种排毒。通过河流这种，我觉得是动力啊，就是开始动起来嘛。如果你之前是抓着岸边，你就是静止的，你就不想动，那你跳到河里，你就开始跟河一起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啊，这个河流，大自然，你想想那个瀑布啊，最后冲刷下来那个速度越来越快，对吧？它是一种生命之力。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即将获得的是生命之力，这股力量会让你们觉得很有劲，这股力量会让你们觉得知道生活的这个方向在哪里，而且这个方向是你的方向，你知道你接下来要走哪里，你知道接下来这个生活你想推到哪里去，过怎样的生活，拥有怎样的人生。这个是通过我们今天看到的能量疗愈、黑夜疗愈，对吧？休息，还有最后的这个 flow 啊所完成的。第一张牌是金币六的逆位。OK， 金币六的一个逆位。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感觉就是所谓的成长和生长，但是我看到了金币六的逆位是在说，我们一定要越来越高嘛，就这个树，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越来越高？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越来越多？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越来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往上啊？有的时候这个金币六的逆位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停下来啊！这个金币六给我的能量感觉是停下来，我们可以停下来，更多的去感受，而不是再一次的推进。金币六的逆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的并不是去获得更多，争取更多，或者是我们还想再更多的给予，而是停下来去感受当前的状态。我们现在有多少？我们现在在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多少？我们能不能让自己停一停，去感受这个得到，感受这个给予，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活在当下，而不是一味的去推进再推进。我们现在的这个能量里，这个社会啊是比较偏阳性的能量，就是很强烈的一种主观意识，去推进，去改变去 push。 金币六这张牌逆位的土元素，我觉得是让自己停下来，涨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看看周围，看看周边，看看我们这一路走了多少路，我们看了多少风景，我们已经变化了多少。我们要能停下来，我们要能够去看，要真正的去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向前再向前。这样子的世界，这样子的人生，会不会有的时候太过于的盲从，或者是太过于的激进了？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要像这个水一样，我觉得是时而快，时而慢。
我们不仅仅要接受这个湍急的河流向前冲，我们也要能够去感受这种缓缓溪流，漫漫人生。 OK， 金币6的逆位。好，第二张牌呢是圣杯皇后的逆位。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们这边的这个水元素今天都是逆位的，所以让我再一次的感受到，就是不是说情感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所谓的一切事情都用爱来解决啊，有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圣杯皇后的逆位让我看到的是，也许我们在面对这个情感交付，或者是在面对爱人啊，这个共情啊，或者是善心啊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有一定的这种判断，有一定的理智。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圣杯皇后逆位，圣杯1的逆位 OK， 我看到了金币6的逆位，我感受到你看这个圣杯宝剑3的逆位啊，宝剑皇后的正位。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仿佛这个宇宙当前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是要把感性的东西、冲动的东西稍微的往后一点，把理性的东西，把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种逻辑分析，有一点这种理性，你看长夜月，多思考，多衡量，多规划，要有策略，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加持在你的生活里，也许你会更主动而不是被动，也许你会更加的机智，或者是你能够更加的顺应的快速的实现你的目标，而不是被别人给拽走。OK， 而不是被别人拽走。所以我能感觉到一种，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可能是一群特别善良的人，或者是特别感性的人，又或者是还蛮容易情感冲动的一群人。但是当前呢，我觉得喜鹊要给你的好消息是理智加入了进来 ，Temperance， 对吧？能量是相互对应的能量，我觉得是一起在酝酿，就像煮茶一样啊。这个煮茶，你看那个水温要有水，要有茶，这个茶里面有的是阳性的，有的是阴性的，一起调和，最后才是一杯最健康的养生茶。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想要养生，想要达到最佳的状态，你需要感性和理性综合考虑如果你感性比较多，我们就加一点理性；如果你理性太过于的多，我们就加一点感性。我觉得理性跟感性加在一起，会让你过得更好会让你过得更好，也会让你在决策的时候，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是会为你增加一个很厉害的能量保护伞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呢，我们这边是一个 Justice， 这个是什么呢？公平这个是什么？考虑，这个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盲从的，所有的事情呢都不是冲动的，而是我们要在对比当中，在更多的收集信息的时候，在考虑自己、考虑别人的时候，一切都在衡量之后 OK， 做出这个判断和决策。那么这个决定将会是终极的决定，这个决定也将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决定。那么生活，我们看到最后这张牌来到你的最佳状态，那么你的喜鹊将告诉你，这个终极的解答，这个终极的决定，这个终极的判断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你传递出来。所以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来自于有关你自己的终极疗愈，达到你自己的最佳状态，并且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做出人生重大的选择，让自己可以生活的顺遂，可以让自己生活的顺心、顺意、幸福、稳定。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来自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马上会发生的好事。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颗黄铁矿黄铁矿，来，我们把它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马上
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去连接这个好运，这个好消息。那么在我们去看这个塔罗牌之前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你们的第1张指引牌。然后我们今天有指引牌，第1张指引牌呢，我为你们抽到的是意志力啊，是意志力。这张牌其实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女生，她一只手抬起了地球，对吧？另外一只手呢，我觉得是这个小宇宙啊。那么在这个能量里，所谓的意志力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去推翻诱惑、抵制诱惑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拥有强大的意志力？我们的意志力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会被激发出来呢？可能是当我们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是为善还是说选择堕落？是被诱惑还是选择坚定自己的决心？是选择被这个人激怒，被这个人刺激到，还是选择稳定下来，稳定自己的心智，选择做这个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自己？是我们比方说想懒惰、想偷懒的时候，或者是想玩的时候我们用意志力去承担起这个责任，去让自己成长和长大，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意志力的能量让我看到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众多嘈杂，众多这种诱惑包括一些可能容易沉迷的，包括懒惰我觉得很多这种能量吧。喜鹊想告诉你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可以承担起，你可以拿得起，你可以成为你心中的那个理想的那个最棒的自己。那么意志力将会是喜鹊带给你的，我觉得是好消息，同时也是你的助力。通过你内心的一种，我觉得是意志力嘛，就是内在的你心里的强大，去抵御诱惑，抵御别人的刺激，不再那样冲动，不那样说话，不被感情所带偏，而是坚定的走在自己选择的想成为的那条道路当中。我觉得这就是意志力。喜鹊要让你成为这样子优秀的人，让你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每一次的决定，对自己每一次的那种就是抵御住了这个诱惑不被别人影响的这个时刻，我觉得是为自己而感到骄傲。所以我也能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在强大的意志力这种能量的加持下，你将拥抱的是成功。所以我觉得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第一个能量，我觉得是从一种很微妙的人生当中的一念之差，一念之转，选择更高频率的、更高形式的自我表达，最后是拥抱属于你的成功。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看一下在意志力的能量之下，第3组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什么？感恩宇宙。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来，第1张牌是宝剑4的一个逆位。这张牌我听到的是有关于我听到的是抽离说实话，我听到的是抽离。什么叫抽离呢？就是当有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去，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直面的去应对，或者是有些事情让我们很无语让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辩解，对吧？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刻其实你是那个委屈的，你是那个被欺负的，你是那个被打压的明明是你在努力，最后可能这个坏的东西反而在你身上，好的东西被别人拿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无语，在我们大人的世界当中会经历一些所谓的没有那么多的彩色，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点灰色，有一点黑色但是我相信在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内心的坚定会让我们更高频率的去接近这种纯净你看我们的地球和这个白色的这个宇宙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灵魂，就是灵魂的重量和地球的重量是一样的。在能量的层级里没有所谓的密度，只有所谓的能量，能量高还是能量低，对吧？能量没有重量，但是同样的我觉得是分量和价值是同等的。宝剑4我觉得是抽离，它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让自己从一种
抽离的状态当中回来去面对和解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因为自己委屈嘛，或者是你觉得有些事情伤到你不是去面对，不是去解决，不再去说了，也不再去解释了，因为无用，对吧？而且你会很累，所以有段时间我们可能会选择有点像是逃避吧，或者是我们可能会选择抽离，就是不想在这个局面里，不想在这个状况里啊。但是我觉得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第一条就是从沙发上坐起来从沙发上坐起来，从电视机前走出来，不再去沉溺于，不再去被某个我觉得有点虚幻的世界所待的时间太久。就是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有待过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是已经有让自己休息了。这种所谓的短暂的抽离，短暂的逃避，其实是你们的疗愈，也是你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告诉你，宝贝，时间已经到了你已经完全可以去处理和面对了。这些人这些事只有你能解决，只有你能把他们搞定，因为你要的是你要的成功，而他们不能够成为阻碍你的绊脚石。你需要过去，无论这个过去的能量是我们在讲直线过去还是绕行，但是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会过去，你们一定能够过去用你们等会儿我们会继续看，用一种方式让自己过去，用你们强大的意志力让自己可以，我觉得是觉醒，让自己醒过来，让自己站起来，而不是被他们打倒，不是被他们踢出局，而是你要回到自己的主场，你要掌控这个控制权，你要掌控这个，或者是掌握这个舞台，因为这个舞台是你的这个是我看到第一张牌宝剑4的逆位。好，第二张牌，哇，真的是你看第二张牌我抽到的是宝剑3的逆位。宝剑3的逆位是什么？是背叛逆位的宝剑3，我觉得是背叛。那也就是说，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把这个所谓的背叛，无论是这件事情也好，还是这个人也好，都放下。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逆转，那么已经发生我们就接纳它。 OK， 这件事情发生了， OK， 这件事情不好，这件事情伤到我，然后呢，然后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所以当前的这个宝剑3，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用一种方式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让这3把剑真正的拿出来，不是让这3把剑插在自己的心里留下这个创伤，而是让自己真正的去放下这件事情，解决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伤害，这个背叛跟误会有关，或者是跟一些虚假的谎言有关，又或者是跟一些就是我们在讲 lie 欺骗，或者是那种秘密那我觉得宝剑3的逆位就是在讲你要去揭穿它，你要去直面这个可能是小人你要去跟这个小人，我觉得是做一定的抗争，而不是因为这个小人把自己给从自己的主场里面离开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志力呢是就是有一种像是遇强则强的感觉。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遇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刺激到了你，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很委屈，这个东西让你想逃避，但是呢时间已到。喜鹊当前呢给你的好消息就是你有绝对的实力，你有绝对的能力，而且喜鹊要给你的是，我觉得是风向能量代表着沟通交流，代表的是语言魅力，代表的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逻辑、冷静分析、理性。我觉得是用这样子的一些能量去让自己顶起来把自己的世界顶起来，绝不妥协，绝不退步绝不让它得逞，是这种感觉。 will power 意志力。所以宝剑3的逆位是不低头，不认输我们要向这个所谓的恶势力，或者是这个不公平的事件，要向这个小人这个所谓的骗局，我们要把它给揭穿，或者是我们要把它给弄明白了不能这样糊糊涂涂的就是有一点像是不清不楚的就离开，绝不可以。好，最后一张牌。
好，我们这边是一个金币2，这个是什么？黑白互换啊！大家看，如果是金币2的正位呢，是这个黑颜色的小猫在上面啊，那么金币2的逆位呢，是这个白色的小猫在上面，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以灵性为主啦。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些事情啊，你看，我们要把它揭穿，我们要把它去面对，我们不逃避。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揭穿呢，它的目的并不是报复。目的并不是报复，我们看到这个意志力，是的，你可以去站起来，你可以去面对，但是这个目的绝不是报复。这个目的是什么？白色的猫猫代表的是灵性，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要把这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讲，要绕过去，或者是直接的通往过去。你要的并不是报复，你要的是向前。你要的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你要的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你要的是让自己更加接近成功。所以目的并不是报复，目的是真正我们在讲报复这个能量的这个就是这个方向是针对于他，对不对？报复谁？这个谁肯定不是自己，我们报复别人。所以报复的能量是对外，是对第三方。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白色的灵性猫猫，它讲的是我们要去实现自己的心愿，我们要到达自己内心的那个彼岸，那么这个能量就反过来了，它的这个能量点是回到自己身上，一切以我为中心，以我的角度为出发，我要的是我快乐，我要的是我满足，我要的是我内心能够放下这件事情，并且继续朝向自己的理想的方向去努力去靠拢。所以能量的层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这个金币2的能量，我觉得是一种能量的互换，是一种主位的颠倒你也可以想象成乾坤的颠倒。那么我看到这个能量，第3组牌的朋友，他告诉我的是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我觉得你可能之前是属于主场里的主角，由于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有可能是别人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去影响了你直接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谎言或者是一些骗局如果是一些间接的，可能是通过一些那种诱惑或者是一种刺激影响我觉得是让你有一点偏离了自己的这个主场宝剑4。但是当前呢，喜鹊的好消息是把你的这个乾坤颠倒，也就是本来属于你的那个东西要回过来，你现在要回到你的主场，以灵性为，我觉得是为出发，以灵性的角度去处理、面对和看待当前的这个局面，让自己脱困的同时，我觉得是让自己站起来，责任该背的责任背起来，该做的努力做起来，该去揭穿的东西揭穿起来，该说的话说起来，那么一切都会在你的我觉得是在你的这种给我的能量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去发生，并且你会越来越朝向你心中的目标，这是你之前就已经定好的，你想怎么走，你想怎么做，你想变成什么。OK， 这是我们今天的3张牌来，第2张指引牌，我今天呢给大家抽的是向内我们今天喜鹊好消息嘛，我希望能够向内的能量也给大家抽一张牌。那么今天我抽到是这个雪月，雪呢是下雪的雪是我们冬季的那个白色的鹅毛大雪，雪月它的能量是净化。雪月我们所谓的这个鹅毛大雪的时候，可能一般都是在这个冬季，而且这个冬季呢，应该是过春节的时候，它并不是12月份，它可能是1月份，它可能是2月份，这样子非常非常冷的时候那么在雪月的季节，我们可能会非常容易看到白色的雪从天空飘下有没有特别喜欢白色雪的朋友呢？反正我是很喜欢白色的雪白色的雪呢，会给人一种非常干净、非常美丽的感觉，甚至整个世界都仿佛是被魔法点缀了一般。所以呢，这个白色的鹅毛大雪，它的净化讲的是净化我们的想法，净化我们的念头。这个所谓的净化呢，是说我们的想法不能太杂，我们的想法不能太多，我们的想法和念头尽量的要能够集中，要能够纯粹要能够集中的能纯粹。比方说我们平常可能会想说想吃这个想吃那个，然后呢想吃火锅，想吃这个烤串，想吃这个沙拉，想吃牛排，可能就很乱。那么所谓的这个净化，它可能是说就是想吃一个
营养丰富的东西，或者是想吃一个比方讲牛排和沙拉，就是很简单的蛋白质跟蔬菜，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进化，非常简单的一个能量。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进化，它所谓的念头也可以是，比方讲你可能有的时候的念头是想买这个买那个想买化妆品，想买包包，想买车，想买房，想去旅游，对吧？但是呢，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下，我们的这个工资可能是有限的，或者是存款是有限的，我们就需要去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把自己的念头进化成一个点。比方说我想去旅行，那么旅行需要多少钱呢？旅行需要做什么攻略呢？旅行需要什么资源呢？旅行需要什么样子的人陪我呢？我觉得是把一个念头把它定下来，然后是坚决的完成它，进化。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更加容易的做成，那么你的念头你的想法会更加的集中，那么那些所谓的杂念就没有了，因为你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一点，它间接的就把杂念给挤走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化，对吧？所谓的进化可能是我们在讲干净的水源，与其去喝什么奶茶呀或者是咖啡呀，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纯净的水，净化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轻松，让我们通过纯净的水来洗涤我们的身心。水也是我们所谓的情感，用一种很纯粹的情，纯粹的爱，去接受爱。那么有的时候感情，我们可能在现代社会当中也夹杂了很多的杂质，以及我们所谓的念头。那么在当下的进化能量里，我觉得爱要爱的纯粹，净化这个情感，净化这个爱，我只是去爱，而不想其他，并不想回应，也不想什么最后这个人的回报，是不是啊？我们只是去纯粹的爱，纯粹的去接受爱而已。接受爱没有负担，给出爱也没有杂念，净化。OK，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塔罗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喜鹊给你的好消息。第一张牌是金币皇后。OK， 那么这张牌呢，接在我们的净化能量里面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好消息里面有一个能量呢，是关于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财富，还有关于你们如果是这边在读书的朋友，我觉得是跟学业有关的好消息。我听到的能量是说，把念头集中，把想法变得纯粹和简单，只是去深耕你眼前的事情。比方说当前在工作的朋友，我觉得就是认真的工作，好好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去工作，没有其他，没有杂念，不会因为老板今天的一句话，团队的一句话而影响自己，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这种念力的纯粹纯粹的念力，纯粹的这种工匠精神，能够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因为老板也是一个人，领导也是一个人，他今天说你好，明天就能说你不好，后天还能说你好，对吧？这个东西是完全在变的，所以能不变的是你自己的心念，是你自己的意志力。你想把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你想在工作当中成为什么样子的角色，这个是你心里的念头，最后是显化成为土元素，显化成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或者是我们的地球看到的一个结论。那么金币皇后是一个非常淡定的人，是一个非常肯干的人，一切都是他干出来的，都是他双手创造出来的，没有凭空的想象，没有所谓太多的杂念和想法，或者是什么白日梦，就是做。那么在读书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我，我觉得你们在学业当中会走向权威会走向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mastery 我们所谓的这个土象能量到达了极致，就是在某一个领域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你去比你，因为你已经在那个领域里面，你所选的那个领域里面到达了巅峰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当下有学业，就是在走学业之路的这个朋友们呢，第三组，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代表着你将在你的学业道路当中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不是三心二意，只是在你的那个领域里面去做，不断的去深耕，不断的去深挖，所以你一定会走到最高的那个地方，最前面的那个地方，甚至有些朋友会得奖。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
金币皇后是坐在这个很高的一个那个凳子上面啊，我觉得是有一种光环的。那么第3个呢，我这边也看到，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以工作或者是学业为主嘛，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以家庭为重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顶梁柱。那么是这样子情况的话，其实这个金币皇后就是在讲，你将成为你家庭的这个女王，或者是国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把你的家照顾得井井有条，家里的人呢会以你为尊，尊敬你，爱戴你，而你对家里的付出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我觉得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以家为中心，为你的这个工作地点或者是你的生活的主场的话，我也能够感觉得到你将做得很好，因为你完全的能够去认同你自己的选择，你完全能够接受自己的这个身份，并且坚定不移的做下去。有些东西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会怀疑，别人也会怀疑，这个时候其实是看不到成绩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你选定了，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别人怎么看，或者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论你，你都坚定的完成它，直到你做到你心中的那个样子，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为你，我觉得是点头为你服气的。所以我们今天第1张牌是金币皇后。好，来第2张。第2张牌呢是权杖侍者。这张牌呢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精气神的一个很新的能量。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前面的能量是风嘛，风的元素其实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那种肃，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有一点肃清就是那种冷冰冰的，然后有点荒凉。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土，然后又看到了火土呢给人的感觉很温暖，就很温和，然后很舒适。但是加入了火代表着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即将来到一个高度，你们的生活将开始加速度，火元素加速度，火很快，生活当中会有一种热情的感觉，是有一种燃烧的感觉，在你的这个生活里，或者是在你的小宇宙当中，我觉得是激励你自己的内心，也激励你在自己的所选的生活圈里面越做越好，越走越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权杖侍者，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灵感，它是一个想法，它是一个点亮。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火柴被擦燃了，那一下子很亮。那么这张牌权杖侍者，我觉得有些朋友在你们的强大的意志力之下，在你们净化了自己的念头，净化了自己的这种决心，净化了自己的身心灵之后呢，你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就仿佛你的生活的周期迎来了一个新的周期。新的周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对未来无比的期盼，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丢掉之后的一种轻松。你们可以在新的生活里，在新的这个周期当中去肆意去欢乐，去享受，去玩去远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去结交你想结交的新朋友。来，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好，在这里圣杯4。这张牌圣杯4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净化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脚是在这个河里嘛，其实他已经在净化，他有很多的水，然后他这个手顶开以后就是一个圣杯嘛，这个圣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就是冒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或者是说这个圣杯里面有没有水呢？或者是这个圣杯也许是他想念出来的。这张牌呢，我连接到的信息是在讲第3副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让你能够更加我觉得是更加能够分辨出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样子的情感，什么样子的爱是自己期盼的，是自己喜欢的，是自己真正应该去连接的，什么样子的情感，什么样子所谓的爱，也许不是爱，也许只是情是自己应该去远离的，是自己并不需要的，是自己应该去离开的这个圣杯4给我这个能量，我觉得是有选择的去爱，有选择的去连接。不是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我觉得是都值得你去爱，或者不是所有的人的情感你都需要去接，有些东西就是要拒绝，有些情感就是要拒绝，就如同这个诱惑一般，这个东西也许是很空的，是很虚的，那么与其去付出你的真情实感，不如去勇敢的拒绝它。只有当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去勇敢的选择，选择就包括拒绝和接受，只有当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拒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接纳、接受，并且去看重和珍视。OK， 这个是我看到的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个指引牌。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指引牌就是它是2张牌一起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指引牌呢，它是2张牌。第一张牌呢是 stillness， 讲的是静止；第2张牌呢是 abundance， 讲的是丰盛。静止的能量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能量啊，它的能量讲的是那个冰冻台原，也就是说在我们地球当中有些地方是那种像冻土一样的地方，非常的冰，非常的寒冷，比方说冰岛就是全年都很凉了。那些地方呢可能都没有什么样子的生物，没有什么植物，因为太冷了。可是呢就算是在那种极寒或者是很荒凉的地方，当这个春夏秋冬来到了这个更迭，当冬季离去，当夏天到来，那么这个冻土呢也可能会变得柔软，比方说变成了沼泽，比方说变成了一些那种湿润的那种泥巴。那么这样子的地理环境是能够吸引到鸟群或者是候鸟会来到这个地方去迁徙去来到这个地方去我们之前都知道，就是那个鸟它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产卵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对不对？所以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极寒的地方，在这种冰冻的台原里，我们需要去等待，在静止当中去酝酿，在停滞当中呢去期盼美好的存在。一旦这个解冻的时刻到来，也就是这个宇宙的时间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宇宙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它要去解冻的时候，冰封解冻的时候，那么也就预示着成百上千，也就是这个好运 abundance， 我们是讲成百上千的鸟会来。那么成百上千的鸟就是在我们的第2张牌里面，夏季到来，这个冻土就会长出植物，那么植物呢将会吸引到这种生灵，那么一切就是一番不一样的景象了。那么连接在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看到就是说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在讲所谓的这个好消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谓的这个好消息也不是立刻马上的，而是在讲这个好消息里面它存在一个天时，也就是时机的问题。在时机到来之前，你需要去等待，你需要去观察，你需要去接受这个静止，在静止的能量当中去不动，去修复，去倾听自己的内心，去反省。也许这是大家之前已经在做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2张牌嘛，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静止，它并不是说你还要等很久，也许你需要等很久，也许你已经等了很久。而我们的第2张牌连在一起，就是宇宙想告诉你，你的丰盛，你的时机，你的主场马上就要来了，就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的翻翻走了就是历史，翻过来的就是你的今天，就是你的当下，就是你的主场。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主场马上就要来，而在你的这个主场里面，你将看到的是丰盛，是机会。你看权杖侍者是机会，是金币皇后，是一种深根脚下的丰盛。还有圣杯4，勇敢选择，勇敢拒绝的勇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能量来，我们看一下塔罗牌。好，第一张牌是最高女祭司我觉得最高女祭司呢能量也就是说这个秘密将会被揭穿。我刚才讲过秘密的能量，对不对？我们看到女祭司了，我觉得是一个秘密将会被揭穿。如果这个人之前骗了你，这个事情之前隐瞒了你，让你受委屈，让你判断失误，让你无语，让你说不出话来，那么
这个秘密将会被揭穿，你的委屈将被大家听见，你的所谓的这个真相将会被你知道。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会在这一刻得到一种释怀，而很多朋友也许在得到这个真相之前就已经让自己走出来，那这样是更好的。女祭司，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战胜自己，战胜这个外界，战胜你内心的那个我觉得是安全舒适的那个边界线，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让自己变得更勇敢，连你自己回过头来可能都会惊叹，原来你可以这么的厉害。意志力，单手就可以托起这个地球，是这样子的意志力。所以女祭司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很多人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用你们的强大内心去战胜当前的局面，而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真相即将被揭晓，而你的内心我觉得也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和无比。好，来第二张牌，好，我们往上一点啊。第二张牌呢是权杖四的一个逆位。这张牌让我听到的是这个门，这个机会，这个证书，这个奖，这个舞台，也许是你曾经非常想拥有的，也许是曾经你非常想走上去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可能会重新选择，因为你之前的认知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是最好的，但是通过这个过程，通过这一次的我觉得是蜕变，通过这一次的静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重新去考虑了，就有点像是也许曾经你认为 A 非常好，或者是你曾经认为的这个工作，这个人他非常的好，是你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当你跟他经历了很多，当你们两个人或者是当你跟这件事情有了真正的磨合，你走进去了，了解这件事情，了解这个人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你想象的样子，这件事情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再盲从，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如何的去计划你的未来，如何去重新做选择。所以权杖四的逆位让我看到是重新做选择。当你的意志力，当你的意识层级，我觉得是得到一种升级。我觉得有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意识到曾经的钟爱，曾经的坚定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而你们要选的是真正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想要去追寻的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并不跟你们当前眼下所看到的这个人和这个事直接挂钩。所以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选自己而不是选他，这就是权杖四的逆位我听到的信息。最后一张牌土元素一土元素一，新的大门，新的机遇 OK 会牢牢的被你抓在手中。我刚才讲过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重新选择，权杖四嘛，曾经想进的门，曾经想敲开的那个东西，曾经想拿到的那个 offer 他不要你，欺负你，骗你，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委屈，付出那么多，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现不是他不要你，是你不要他，而真正属于你的，真正你应该抓住的好东西好的机会，跟你能量所我觉得是匹配的，能够相互惺惺相惜的人事物会在不久的将来为你打开，而那个时候将会是天时，在你静止之后得到的丰盛，你会抓住它，拥抱它，并且我觉得是很快乐我听到是很开心，很快乐，一切即将过去了，好的东西，好的事情马上就要来了。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马上呢就会发生的好事。那么在这里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